我们开始上课。我们上一节课讲了一下这个浅层一点的这个图学习的方法，然后在13年这个深度学习爆发之后啊，然后其实也是近些年的这个主流类方法，基本上都变成了这个图深度学习一类的这个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应该就是这种图神经网络一类的这个方法。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当时那个深度学习刚爆火的时候啊，大家就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尤其是当时是那个 CV 领域啊，就计算机视觉领域，它的神经网络的效果非常好。到底怎么把它那种强大的这种神经网络给迁移到这个图数据这样的一个这个新型的这个数据类型上呢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图数据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首先呢，相对于前面的这个，尤其是像这种这个图像这种数据，它是一个非常规则的这个二维的这种，就比如说你是吧，从任意一个点相符点，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四周的，而且是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大小的这样的一个邻居而且呢，它还是顺序非常规范的，就是上下左右是吧？上下左右那个斜着的这个4个方向。但是对于这个图数据呢，首先它这个邻居它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就比如说这个节点，那么7这个节点呢，它的邻居数目是4个，对吧？但是比如说对于这个2这个节点呢，它的邻居数目只有2个这是一个首先它的这个邻居数目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顺序也不一样就像刚才那个图像那个样子，它的顺序其实是很规范的，就是这么绕一周，它顺序很规范的。但你说这个图数据上这个节点，它这个邻居呢，其实没有一个特别规范的，或者说是特别好定义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或者说放之四海而均那个接准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是没有的比如说你对于这个节点7，你说它这些邻居到底谁先谁后你是没办法定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仍然希望我们能够设计一些这种图神经网络然后呢，就是说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图数据，就说白了就是节点还有这个关边性就是链接关系，我扔到这个神经网络中，你就给我处理处理完了，我后面加一个我这个训练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比如说加一些这个 loss， 然后呢通过反向传播，然后把这个模型参数更新了，我就把这个像节点分类之类的这个任务，或者说链接预测这种任务，我就直接解决了这就是这个图神经网络设计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初衷那么具体来说，到底该怎么样来设计这个图神经网络呢？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在图像上，就在 CV 领域，他们怎么来设计这个图卷积主要也就是 CNN 那么这动画好，它其实是相当于建了一个卷积核，这个卷积核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 function 可学习的这个参数，然后呢，它就从左上角非常均匀覆盖的进行你看移动，对吧？然后一点点移动。
然后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看第一块就这一块，然后它学完了之后，它得到的值是这个左上角这个值，就相当于它这个卷积核呢，它是一个可学习的 f function， 然后呢，它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给汇聚起来，然后得到了这个下一层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结果。那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图数据呢。首先我们看，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假设呢我们要对中心这样的一个节点 A 进行一个神经网络是吧？或者说他们一般叫做这个卷积我们怎么设计首先这个卷积它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把你这个中心样本的这个四周的这样的一个样本进行特征的一个糅合糅合怎么糅合呢？简单来说就是有很多的方法，就比如说是先相乘再相加类似于这样然后你像对于它呢，对于在图上呢，它的邻居一定是它的这个有邻接关系的。那么所以说呢，对于节点 A 来说呢，它的这个卷积操作一定是从它的这个邻居 B、C、D 上进行获取信息。然后同样的，对于节点 B 呢，它的邻居呢是 A 跟 C， 那么它的图卷积的这个操作呢，一定是从 A 跟 C 上进行一个获取。那么当然也是同样的，就是像 C 跟 D， 它也是按照这种邻居的这个关系然后进行这个获取。那好，那我们看到这种卷积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我们就要好好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样去基于这种邻居内容或者说或者说属性相互传递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怎么样去设计这种一个图卷积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呢？让它和这些这个神经网络整个这样的一个体系给接起来其实是可以的。它主要包含两块，就是主流的这个目前来说主流的图神经网络，它都遵循两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第一块呢就是这个 message passing， 它意思呢就是说对于中心节点，它要从它的四周获取这个信息一般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message。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卷积的这样的一个含义，从它的这个近邻获取信息，只不过在图神经网络中更多的把它叫做一个消息传递因为只有这个邻居它才会传递消息然后另外呢是一个 feature mapping， 这个 feature mapping 呢也非常好理解，说白了就是你当前的这个节点特征，我加一个可学习的这个神经网络层，最简单的就是这种全连接层，然后说白了就加一个 W 可学习的这样的 W， 或者说我们叫做 F 一个 function， 然后把它映射到下一层就靠这两个操作，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图卷积一类这个方法的设计说白了就是第一个 message passing， 它解决的是图卷积这个操作，卷积然后 feature mapping 它解决的是 network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把这个 network 这种就是神经网络的这个 neural network 给加进去，说白了加上了可训练的参数 W所以说像 graph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s 其实就是上面这个 message passing 是 graph convolution， 下面是这个 neural networks。然后我相信大家估计平常也会听过很多关于这个卷积操作为什么这个很多地方讲卷积，而我们这里呢
会去讲这个 message passing 我可以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就是首先卷积这个含义呢，它主要是来源于这个傅里叶变换之类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就是这个频域，它是他们做信号的那部分科研人员习惯性的把它叫做这个卷积这样的一个操作。然后我们都知道，通过傅里叶变换，我们是可以实现这个频域跟这个空间域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然后经过大家的这个推导之后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这个其实就是空间域，在图结构上的这个空间域，它很形象，对吧？它比较好理解，你就沿着你的邻居传消息就行了。有可能你传多传少再说，但你就是沿着你的邻居去传。然后经过推导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来调整这种传消息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和这个频域的这样的一个卷积做到匹配的或者说几乎等价吧可以说理论上它是已经有人推导过的然后我们这里呢，为了形象起见，我们这个图神经网络的，我们这里呢把它叫做这个 message passing 其实也就是图卷积只不过是一个是偏频域一个偏空间域而已那好，那我们看怎么样用公式进行建模呢？那么我们可以设计一个 message passing 的这样的一个函数然后呢，就是说聚合之后的节点特征是吧 M， 然后呢就等于当前中心节点的特征以及它的中心节点的邻居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进行一个 message passing 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说白了就是这些邻居呢给这个中心节点进行消息传递然后这样的一个成果，最终的这个结果，整个过程呢就是这个 message passing 的这个建模过程。好，然后这个 feature mapping 呢，就是把我们这个 message passing 的这个结果，然后呢你加一个 fmap 这个函数它呢就是说白了就是 neural network 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的一个函数，加入了一个肯定要加入一些这个可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权重参数，然后这就完成了这个 feature mapping 这样的一个操作尤其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 fmap 大概率是一个可训练的函数因为这个只有你可训练，你才能叫做 neural network。你要是完全不可训练，完全都是不可训练的这个参数的话，或者你的模型中就没有可训练的参数，那你肯定不能叫做 neural network。那好，那就这两个式子，我们接下来看看怎么样来推导出很多这个图神经网络一类的这个方法。好，图神经网络的方法最知名的应该就是这个 GCN，它这个名字叫做 Graph Convolution Network 所以说它就叫简称为 GCN。然后首先它的这个 message passing 可以写成这个形式，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呢是最终的聚合结果，然后右边呢是这样的一个规划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基于这个近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聚合。然后我们这里尤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它这个聚合的时候，它这个近邻关系不光包含了它的这个邻居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邻居，而且还包含了它自身就相当于它是既用到了邻居，也用到了自己的这个特征，然后进行了一个聚合这样有个好处呢，就是它能够保持自我这个呢就是这个 GCN 的这样的一个聚合公式message passing 的这样的一个公式。好，然后呢就是这个 feature mapping。feature mapping 呢这里就非常简单，就加了一个 W。这个 W 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全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层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把聚合之后的这个结果，然后呢用一个全连接层给映射到下一层，就结束了就这两部分结果。那好，那我们假设把它这两部分写成一个公式呢，我们是可以写下来的。这公式呢长这个样子，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原来的这个大 A 呢是临接矩阵，然后呢它构造了一个带自循环的这个临接矩阵，说白了就是为了处理这种能够自己给自己的这个传播消息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构造了这个 A hat 之后呢，然后它为了这个进行这个规划防止这个运算过程中的数值爆炸问题，然后它进行了左右对称这样的一个规划，其实就是这个。然后所以说这个前面这个 d 负1/2 a hat 这个d hat 负1/2，然后再乘一个 h， 其实就是上面的这个 message passing。然后后面呢就是加了一个 w， 其实就是这个 feature mapping。这个呢就是一行代码或者说一行公式的这个 GCN 就长这样。它其实就是由前面的这两部分给得过来的，也就是这个矩阵形式。好，GCN 我们讲完了，那我们看其他的。这里呢我们也先看一个例子吧。这个呢就是这个刚才那个 GCN 的这个例子，比如说这是4个节点，然后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看第4个节点吧，它只有一个领域2，是吧？那么它的下一行的时候 ，message passing 过程中，首先它要给自己传消息，就是这条线，然后呢就是2这个节点给它传消息，就这条线，然后呢加一个这里面这个 PPT 它写的这个 transform， 我习惯叫做 feature mapping， 然后呢加一个 w， 可训练的，然后映射到下一行，然后呢再加一个这个激活函数引入非线性，然后后面呢就是重复前面的这个操作，最终呢就是加一个这个就是会得到一个这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每个的节点表示，当然然后呢你可以加一些像这个 loss 什么的。当然，你这里的这个汇总应该是对整个图中的这个所有节点的特征的这个汇总，有可能是用来做这个整个图的特征提取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还是挺形象的，跟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整个 GCN 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过程。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些这个其他的，就在那改这个 message passing 就能够产生其他的一些图时间网络方法的这个变种。然后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方法，叫做这个也是很知名的方法，叫 SGC， 叫做它的全名叫做 Simple Graph Convolution。它的这个 message passing 这个过程和 GCN 完全一样，就这个式。然后它就改了 feature mapping， 它怎么改的呢？它对于这个中间层，从最开始这个层，比方第一层到 k-1层，它呢把中间那个 w 还有那个非线性激活都给去掉。就说白了，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没要这个 feature mapping 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在中间的过程中，直到最后一层在第 k 层的时候，它加上了这样的一个 feature mapping， 就是引入了这个 w 然后使得这个模型是有一部分是可学习的然后后面呢，它跟 GCN 一样，你要做比方说分类，你加个 loss 分类的 loss 就行。对，所以说 SGC 呢，它其实就是改了这个，相对于 GCN 它其实就改了 message passing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改的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相对于 GCN 它减少了中间层的这个参数，就中间层，比如说一共是 k-1层中间层，
那么它相对于 GCN 呢，它就少了这个 k 减1层这个那么多的个参数啊，你可以理解成 k 减1个这个 W 的这样的一个参数量。这样的话，它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小规模一点的这个数据集上呢，它的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当然有得有失啊，有可能它处理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数据集，由于它的模型参数太少，然后呢，它有可能有点力不从心啊，这就是它的这个几个方面吧。但是至少来说呢，它的这个在小规模数据集上，它的效果跟 GCN 差不多，然后而且呢，它的运算速度应该能快一个数量级10几倍，还是挺好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一些图人间网络方法有一个也比较有名的方法叫做这个 Graph Search。Graph Search 呢，它其实就是丰富了这个 message passing。他说你们刚才那些 message passing 其实就是一个加法，对吧？你自己的特征加上你这个邻居的特征，反正就是再来点这个什么归一化什么的，其实就是个加法，你不够丰富。那么我在这里呢定一个这个拼接的操作，我这个拼接这个操作呢，它你既可以是做加法，你也可以做这个异或或者说你取什么 mini max 那种或者说呢你做一个纯拼接，两个向量是吧？一个128，一个128，然后你给它拼个256都可以的甚至呢你还可以做一个这个求均值还有一些就是你做实化，还有一些甚至呢你把它当做一个这种 LSTM 这种，把它当做一个序列，然后呢你是可以用到这个 LSTM 这种序列的这种神经网络来去构造这个来或者说来建模这种节点之间的这个顺序关系这个呢就是这个 Graph Search， 它主要是改了这个 message passing。然后它的这个 feature mapping 其实跟 GCN 一模一样，也就是一个 W在每一层引入了一个 W， 然后用来做权重，用来做可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参数，然后让神经网络去学这就是这个 Graph Search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呢，它就是改了一下这个 message passing， 或者你可以理解成它丰富了一下 message passing 的这样的一个邻居聚，就是这个基于邻居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聚合的这种方式有可能不光是纯加比如说你这里要变成这个相加的话，其实基本上就等价于 GCN 了就退化成 GCN， 对吧？有可能你可以用一些像 min 像什么实化还有像什么 LSTM 这种高级一点的这个操作。然后这是这个 Graph Search。然后呢，这种方法它有个这个好处他说呢，因为呢它这里写的不是那种矩阵相乘的形式所以说它其实是就可以用那种采样的方式来实现当然 GCN 也可以用采样方式来实现但是它这样的话，它至少它自己说的是它这种基于采样的，然后来聚合，它方便它做这个分布式大规模的这个处理当然这个 GCN 其实也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这个变种还有一个比较知名的方法叫做这个 Graph Attention Network GAT。它这个方法呢，它相对于 GCN 呢，它就是加入了 attention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就说白了这个注意力机制注意力机制呢相信大家多少有些这个知道简单来说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去看这个 PPT， 现在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呢，应该是集中在这个有图有公式的地方，然后这空白的地方大家就看的就少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直观理解。然后对于图来说呢，它这个 message passing 它的注意力就引入在这种消息传递的时候，他认为每条边它不应该是平等的，它应该是基于这种这个比如说内容相似度或者说你们之间有一个交互的频率之类的这种信息是按道理来说我应该是可以通过这种信息推测出来你们之间的这个注意力的这个权重的所以说呢他就把这种
可学习的这个权重啊，加带了这种 message passing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呢，它这里呢聚合的时候引入了这个可学习的阿尔法UV， 就是说对于UV 这两个节点进行一个消息传递的时候它的权重要变得可学习。它这个可学习呢，其实就引入了这样的一个 softmax， 然后当然这里面有这个 W它是方便模型去学习从而去得到这个阿尔法 UV 这样的一个权重然后这里面这张图里面有多个颜色，它其实就相当于是加了多头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加了好几个就比如说 UV 比如说这个和这两个节点吧1跟2节点，它有可能是学了好几个这个阿尔法1、2就相当于加了个多头这种这就是它的这个 message passing 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它的那个 feature mapping 其实和 GCN 是一样的也就是用 W 引入了一个 W， 然后映射过去就好了所以说这个总结一下，就是 GAT 呢，它就相当于是在这个 message passing 上，相当于 GCN 做了更改。它的更改呢，就是把这个权重引入了，把这个做 message passing 这个节点之间消息传递的时候，它的权重给它加进去了。而且这个权重呢，并不是人手动设置，而是通过模型可以自动学习的这就是这个 R。这个有个好处呢，就是首先呢，它相当于是考虑到了这个节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个强弱在很多这种内容上有很多特征的这样的图上呢，它往往表现的结果会相对于 GCN 会有一些这个提升然后它有可能不好一点呢，当然也是它这个权重相当于它引入了这个每一层引入了 attention， 它有可能训练起来会稍微耗时一点然后有可能有些这个图上它的这个节点特征不够丰富，或者说不能够用来让你学习到它们的这个很有用的这种 message passing 的这种权重，那么它这时候表现的结果就不会那么的好有可能会比 GCN 稍微弱一点点当然也不会太差。这就是 GAT 它的核心就是在改 message passing， 引入了一个可训练的阿尔法这就是这个 GAT。当然这个大家看了这么久，或者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些方法，基本上都是2017年之前的方法然后我记得 GCN 好像是15、16的方法有可能有些同学会说，那你现在讲这些方法简单改一下这两部分内容，然后那么现在我还能不能通过就改 message passing 和这个 list 或者 feature mapping 这个套路或者这个路线呢，然后来设计一个很强大的这样一个模型呢其实仍然是可以的我们来看一篇我们实验室的这个论文这篇论文呢是24年出的就是正式发表，当然是做出来的时候应该是22和22年底23年初那会儿然后这里面有个方法叫做这个 OGC 全名是 Optimized Simple Graph Convolution， 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论文中给的这个实验结果然后这里面比较的基本上都是当时最新的就是的方法，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而且这3个数据集呢是图神经网络领域最规范最标准的这3个数据集，它们的给你的这个数据以及这个 train text validation 的这个划分都是固定的就说白了是非常的规范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面这个 OGC 的这个方法呢，它呢是比那个第2好的方法都是能好2到3个百分点这个呢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而且呢在这个代码统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论文代码统计的这个网站也是挺知名的一个网站，叫 Paper with Code 这个网站上呢，它对于这3个最标准的数据集它也都是一直在维护一个这个各个方法的这个评估的结果当然你这个方法一定要是开源的方法，你的闭源的它就不统计了那么
这个 OGC 这个方法也都是在这3个最知名、最经典的这个最标准的数据集上呢，一直保持这个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它的这个结果比较好精度节点分类的这个精度比较好。另外一块呢，它的速度还非常快这里呢我们比较了上一个里面这个效果最好的2个方法基本上就是这个 GCN2 还有这个 Gram 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这里面这个大括号呢是它们需要多少层，就是基本上每一层都有这个 W， 你可以理解成。然后OGC 呢我们进行了这个比较，然后这里呢是在上面这3个数据中最大的那个数据集PUBMED 上进行了这个比较因为这个数据集比较大相当于那2个，所以那2个小的我就没有比。然后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比如说在 CPU 上面跑呢 OGC 呢是要比剩下2个就是排名第2左右的那个深度学习的方法大概呢还是要能够快130倍到500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说白了就是 OGC 这个方法呢不光做这个节点分类的这个精度挺高，还有呢它速度还快就说白了又好又快然后这个方法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一块儿来看看怎么样进行这个魔改这个图神经网络那2部分把它给构造出来首先这个 OGC 中的这个 message passing 它这里面呢是这个公式然后这里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用 U 来代表节点特征为了和那个论文保持一致。然后首先我们来看第2部分，它其实就是个 GCN GCN 里面的这个 message passing， 对吧？一模一样。然后它前面呢就相当于它又加了一个自己给自己进行传播，而且它引入了一个 beta 进行这个可调节这个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比重然后所以说呢，当你把这个 beta 这里面 beta 值它设的是0到1之间当你把这个 beta 设成1的话，它就退化成了 GCN 中的这个 message passing当然它这里面主要是还是处于0、1之间就说白了它提供了一个选项，就是说相当于 GCN 你在做 message passing 的时候，你可以更进一步的加大你对自己的这样一个消息传递然后这么做有好处呢，就是因为比如说你要是继续的就像 GCN 这种做法，它其实会存在一个 over smoothing 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说白了你不断的被你的邻居进行一个平均，到最后整个图有可能都变成了平均脸了这个也是有人证明过也是这篇论文证明过它的一个 over smoothing 的这个理论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通过引入这样的一个lazy 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这个 lazy 主要指的就是自己给自己传它主要是最开始取自这个 lazy random walk 的时候，就相当于我这一次呢我不走，我就待在我原地我这就叫 lazy只不过这里呢为了和整个 graph convolution 这样的技术路线统一呢，我们把它叫做 lazy graph convolution就说白了引入了这个 beta然后另外一块呢它还引入了一个叫做这个 supervised 的 embedding这里头这个式子乍一看起来有点复杂我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 y， 这个 y 呢指的是这个标注信息，然后这个其实这个zk 呢它是当前推断出来的这个节点的 label 然后 s 呢是一个这个矩阵，但是它指示的是有哪些节点是标注的节点然后这个 w 呢当然是可学习的从而方便做这个节点预测模型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此呢直观上来看 SEB 呢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每一次进行这种消息传递的过程中呢我是基于这种标签进行辅正大家想一想就是说我原来的你的 message passing 是无监督的对吧，你是基于邻居怎么着你去进行传递机制设计的
那现在呢，我说我在每一次进行消息传递的时候呢，我都加入我就基于我的标签信息呢进行修正，啊，有可能是吧？你两个节点这个标签不一致是吧？那么有可能你们这俩其实进行的消息传递就应该减少啊，就基于这种标签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思路，这就是它的第二项叫做supervise embedding， 就是 SED。然后因此呢，就是把这两项加一块儿，这就是 ODC 的这个算法的这个核心，就这个事情。第一块呢是 lazy graph convolution， 第二块就是 SED。然后我们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 lazy graph convolution， 这个 lazy 指的就是相对于这个 GCN 中的 graph convolution 来说引入了这个 lazy 这一项，说白了就是额外的让节点可以多继续给自己传递消息啊。这就是 lazy graph convolution， 相当于继续修改这个 message passing， 相当于这个相对于 GCN 来说，只不过呢额外再加入了一个辅助项 SED 去修正你的这个 message passing。然后这是在每一层它都要这么做，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经网络它是一层层或者迭代这么来的。然后最终呢，它会收敛。其实收敛就是它每次呢预测的这个结果 zk 不再变化。zk 呢其实就等于它每一层的这个节点特征乘以可训练的参数 w， 这就是 zk 的这样的一个值。当它不变的时候，你就可以停止了。算法的核心就是这个，就这么一行公式，然后你就可以做到效果比第二好的好2到3个百分点，然后速度还比第二好的快100到500倍。你只需要继续修改 GCN 的 message passing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好，这是这个 ODC 的这个一行公式的表示也很简单，很优美然后另外一块呢，想多说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 ODC 它在训练的时候呢，还额外的引入了一个或者自己设计了一个新的 trick， 叫做 less is more trick，LIM。这个 trick 呢，它的确比较新的也是当时我们自己想的。首先呢，当时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个 ODC 其实相当于它其实只用了一层，就是一个 W 所以说它才能够比那些深层的方法快100到500倍所以说它其实是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浅层的方法，这里的浅层主要指的是这个参数少那么按道理来说呢，它其实不需要那种大量的这种验证数据集所以说呢，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样设计一种训练机制呢，使得它同时能够更加高效的利用这个 train 跟 validation， 就说尤其是这个 validation， 能不能更加高效的去用它呢？然后呢，我们这里就设计了一个叫做 less is more trick，lim trick。大家首先大家回想一下，就是说传统的这种深度学习方法它们是怎么来用这些这个训练数据呢？就是有标注的数据呢首先这个是 train 是吧？然后这个呢是 validation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测试，对吧？传统的深度学习的这个方法deep learning 好吧？叫 deep learning models 它的这个可训练的这个参数它都是在用这个进行训练，然后更新，对吧？
模型更新还给他，然后他在训练过程中测试就完全不用管，他完全不看的啊。然后呢，他的什么时候收敛呢？它是基于这个 validation 进行验证。哎，他说 validation 上它的结果不再变化了，那我就相当于收敛了，对吧？这是传统的这个deep learning 方法，他们都是这么做的。那好，对于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Limtrick 呢，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说，由于我参数特别少，所以说我其实不特别依赖于这个验证集。那么我干脆我在模型训练的时候呢，我是同时用到，就是说我让我的这个模型参数要在这两块呢都表现非常好。但是我更新我的权重的时候，我仍然只用我的这个 train 上的这个数据集。这是 Limtrick 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说白了，它更好的利用了这个验证集。所以这里呢，我也是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 Limtrick 它一般要求就是说你在做模型训练的时候，你希望你的模型同时在 train 跟 validation 上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是第一块。另外一方面呢，你说我更新这个参数的时候呢，我不用到从 validation 来的那个知识，我仍然是只用这个 train 上来的那些知识给我的反馈来更新我的这样的一个参数从而让我避免这个 overfitting。我理解的就是说 Limtrick 它有点像你们一个小组，比如说我把任务变多了，但是你人数不变多，不给你们加人数所以你更新参数的时候，就相当于希望你这个参数更加的好而这个任务加多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监督信息不光有 train， 还有这个 validation。这个其实当然这个呢比较新然后目前来看在 OGC 上效果还是挺好的，它大概能够如果不用这个 trick 的话，它的精度大概会降低3个百分点还是很明显的。然后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这些大模型它也都是这么训练的，就是说它一般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 train validation test 上面训练的，它其实也是没有很好的利用到 validation 这些数据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标注是很昂贵的，就像 OpenAI 它请了很多这种非洲的这个人工标注做，尤其是对话这种它肯定是离不开人工标注的。那么因此呢，就是假设你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个 validation 这个数据集来提升整个模型的这个表现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这就是后话了，有可能大家感兴趣可以研究一下。对这是一个简单的总结这是它的这个 OGC 的伪代码其实核心呢就三块就是4、5、6 3行也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这个基于这样的思想其实也是可以更加的扩展到一些其他的基因，比如说这个异构或者说图 level 的 graph level 的基因甚至用一些 transformer 之类的思想也可以用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好的，我们下课吧。